你能相信吗？奥利奥饼干竟然比他汀类药物更有效地降低胆固醇，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正是如此。科学家 Nick Nowitz 决定做一个极为大胆的实验，采用一种你绝对想不到的方式来探究胆固醇、低碳饮食与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那就是每天吃奥利奥饼干。没错，你没听错，这场奥利奥对抗他汀的较量带来的结果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认知。想知道为什么吗？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充满惊喜与思考的科学旅程。欢迎回到雅说健康，我是小雅。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且颠覆性的真实故事。Nick Nowitz 一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家，决定开展一项前所未有的实验，用奥利奥饼干对抗高强度他汀类药物，看看哪种方式能更有效地降低胆固醇。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件事确实发生了。Nowitz 对科学有着极强的好奇心，他和同事们在研究低碳生酮饮食中的一类特殊群体——受体型高反应者时，发现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现象。受体型高反应者 （Lean Mass Hyperresponder） 是指那些在低碳饮食下低密度脂蛋白 （LDL） 胆固醇暴增到难以置信水平的人群。有人 LDL 甚至飙升到300、400，甚至超过500。一般来说 ，LDL 达到150或160就已经算很高了。但有趣的是，这些人其他健康指标都非常好，比如高密度脂蛋白 HDL 极高，超过80毫克每分升，而三酰甘油却非常低，低于70毫克每分升。Nowitz 称他们为受体型高反应者。他们虽然在低碳饮食下经历了胆固醇水平的剧烈波动，但身体状况依然健康，并且热爱运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Nowitz 及其团队提出了一种名为脂质能量模型的假设。根据这个模型，当人体的碳水化合物储备减少，尤其是肝脏中的糖原储备下降时，身体就会转向燃烧脂肪来满足能量需求。而对于这些瘦削、代谢健康的人来说，脂肪燃烧和转运的过程被大大加强，导致体内更多的极低密度脂蛋白 VLDL 释放，而这些 VLDL 颗粒会转化为 LDL。与此同时 HDL 也会上升，三酰甘油则下降。简而言之，就是脂肪运输的增加引发了 LDL 的急剧上升。为了验证这个理论， Nowitz 决定做一个大胆的实验，用奥利奥饼干来补充碳水化合物。根据脂质能量模型，补充碳水应该能降低 LDL， 而任何碳水化合物都可能有效，无论是香蕉、土豆还是奥利奥饼干。因此 Nick 选择了奥利奥饼干，既因为它众所周知，又因为它与健康食品完全不沾边，这让实验更加大胆且有趣。实验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 Nick 每天额外食用12块奥利奥饼干，相当于每天摄入100克碳水，持续16天。在这期间，他保持其他饮食不变，继续低碳生酮饮食。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仅仅16天，奥利奥饼干把他的 LDL 从384毫克每分升降到了111毫克每分升，下降了273毫克每分升，降幅高达 71%。 这个变化如此巨大，以至于 Nick 和他的医生决定延长原本计划的实验时间，并在第15天和第16天重新检测，以确保检测无误。结果 LDL 水平进一步下降，越来越接近每分升100毫克。但这还没结束。第二阶段， Nick 进行了为期6周的高强度他汀类药物疗法，每天服用20毫克的瑞舒伐他汀。在这个阶段，他的 LDL 起始值为421毫克每分升。尽管他汀类药物被认为是胆固醇管理的标准方式，但他的 LDL 只下降到284毫克每分升，降幅为137毫克每分升，约为 32.5%。 当我们把这2个阶段的结果放在一起对比时，令人惊讶的事实出现了。每天吃12块奥利奥饼干的降脂效果竟然比高强度他汀药物强了2倍。奥利奥饼干的降幅是 71%， 而他汀药物仅为 32.5%。 这简直颠覆了人们对健康饮食和药物治疗的传统认知。虽然这只是一个 n 等于1的个体实验，但它为受体型高反应者群体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角度，也验证了脂质能量模型的部分假设。更重要的是，这一结果引发了更多问题。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Nowitz 相信这仅仅是科学探索的开端，在未来几年，他和全球科学家们将继续深入研究这个领域，揭示低碳饮食、胆固醇和代谢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场奥利奥与他汀药物的较量不过是一个开始，他强烈邀请我们所有人加入这场充满未知与兴奋的科学旅程。最后 Nowitz 的实验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低碳饮食与胆固醇的关系，也提醒我们在解读健康指标时要从全局出发。LDL 的升高并不总是代表心血管风险，特别是那些依赖脂肪燃烧的人群，我们应该更全面地评估自己的健康状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都可以去吃奥利奥饼干降胆固醇。平衡饮食和避开超加工的食物，才是长期健康的关键。特别是对低碳生酮饮食者，选择优质食材以及未经加工的天然食物尤为重要。希望这段故事能引发你的思考。如果你觉得有趣或有启发，别忘了分享出去，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我们一起探索更深入的健康科学之旅。